注意看，日本选手实在太过嚣张，目中无人，不仅在擂台上摆手弄姿，对中国选手各种挑衅，甚至当众跳起了难看的日本舞蹈，嘲讽中国选手，奈何不了他。然而日本选手最过分的事情就是放着正规的搏击服饰不穿，偏偏要将他太奶的紧身豹纹皮裤穿在身上进行比赛，这件事简直是将日本职业选手的脸面都给丢光了。而为了战胜中国选手，他不惜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不尊重言论，干扰中国人的比赛心态。1分钟，给我1分钟的时间，我保证会掀翻你们中国人的头盖骨，并且把你们打到满脸都是鲜血，向我求饶，听清楚了吗？中国废物！这场比赛是举办在日本东京的中日格斗对抗赛，身穿豹纹长裤的家伙就是被誉为日本最嚣张的选手竹野五郎，正是他的奇装异服打扮导致台下的日本观众们热血沸腾。当然，这也严重的表面他对于今天的中国选手极其不尊重。这家伙龇牙咧嘴的样貌也许看起来很威风，实际上在咱们的中国新疆选手李军面前就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。好好的比赛，服饰不穿，偏偏要打扮成这个模样，难道日本选手真的把中日对抗赛变成了表演秀了吗？而且对比来看，日本选手竹野五郎要比李军身材更为庞大，李军的眼神中充满了信心，今天不论比赛结果如何，都要在擂台上拿出中国人英勇无畏的比赛精神，暴揍对手，否则这要传回国内还不得让全迷粉丝们笑话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去看看李军是如何暴揍日本狂人的。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要说全球比赛最会搞气氛的莫过于日本。比赛才刚刚开始，日本选手竹野五郎就在这强装淡定的缓慢移动，试图逃离李军的包围圈。按照正常比赛，严令禁止选手身穿奇装异服打比赛，但是这是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比赛，尽管李军多次抗议，日本高层依旧坚持要让日本选手尽情发挥。要知道这个是综合格斗比赛，日本选手怎么还玩起了的摔跤动作，实在令人捧腹大笑。可能竹野五郎还没有认清比赛严重性，李军特别淡定的出拳出腿，并不能让对手老老实实打比赛，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跳起日本舞蹈，肢体挑衅。好在今天上台前，中国领导已经向李军透露，日本选手特别喜欢搞气氛，所以李军也没有把对手的一番嚣张行为当回事，相反还跟猴子表演似的观察对手一举一动。一旦竹野五郎露出破绽，李军将会迅速冲上去暴揍对手。1分钟过去，李军依旧不敢轻举妄动，毕竟自己与对手体型还是有太大的差距，万一自己被击倒压制在地面上，单单凭借自身力量很难将其推开挣脱束缚。而且日本选手特别喜欢装出一副狂妄的样子打比赛，这也不禁让李军内心愤怒，却无可奈何。只有在对手尽兴表演过后消耗体力，然后李军才会发起猛攻，争夺比赛点数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日本选手压根没有把咱们的中国选手当回事，不停嘚瑟挑衅，一副打不过他说不过他的样子。而李军的整体状态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对手的挑衅影响，本想发起猛攻，却惨遭竹野五郎重拳击倒在地。被击倒的李军也面临了比赛中第一次口头读秒扣除分数，这时候李军也需要冷静一点，千万不要进入对手设计的圈套，万一再次被击倒读秒，今天的获胜机会将会很渺茫了。你妈是你妈懂，你先懂。
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竹野五郎也明白1回合的挑衅威胁足够了，接下来自己只需趁着中国选手比赛心态不好发起猛攻。当然，李军简单的休息调整已经完全从愤怒的情绪中走了出来，再次组织自己的精准重拳，瞄准日本选手的脑袋就是狂砸数十拳。这个时候，不论日本选手如何装神弄鬼，李军都不再受到影响，反而是日本选手体型庞大，频繁移动，消耗了不少体力。李军将对手按倒在地面，也没有停止进攻，极力的想要掰开对手的手臂，束缚发起地面砸拳，一拳又一拳，精准命中日本选手的头部，看得中国观众连连鼓掌叫好。俗话说，天要让其亡，必先让其狂。日本选手嘚瑟也就算了，还身穿奇装异服威胁中国选手，这就是纯属的自寻死路。李军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嚣张的日本狂人。ラストラウンド、残り1分、残り1分、ワン此时此刻，无论是比赛点数还是整体气势，都已经被李军打了出来。相反，竹野五郎也为自己的嚣张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，躺在地上被动挨揍，很难挣脱束缚。不过李军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姿态，放弃了压制。既然对手那么喜欢嘚瑟，就看看接下来竹野五郎会怎么样。如果还是保持高傲的样子，李军还会继续将其压制，直至 KO 送走。这场比赛本该进行3回合，但是日本高层眼看竹野五郎身体状态很难坚持到最后，随即宣布今天的比赛彻底结束，甚至安排日本裁判恬不知耻地宣布今天2位选手平局收场。李军心里充满了不服气，也只能坦然接受现实，毕竟在日本人的地盘上没有输掉比赛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。大家认为李军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